遇见鬼了不要害怕，你就问他：你妈一个月挣多少钱啊？你爸一个月挣多少钱？你们是我带过最穷的一届鬼。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走出科学》，我是邓肯，他是粤语。今天咱们来一期地方台童年阴影系列，百年古城神秘客栈，夜半时分鬼影惊魂。这是一个10年前发生的真实故事。年轻的姑娘彩云不久之前刚刚和男朋友分手，心情郁闷的她决定一个人到湖南的洪江古城游玩散心。这天一路走走停停的彩云在傍晚时分决定入住一家看起来非常古老的客栈。民间有种说法，说那些古老的建筑里总会附着着一些冤魂，他们长久的在这里游荡，一直阴魂不散。可彩云没有多想，只觉得来一趟古城玩嘛，一定要住一个有特色的地方。走进客栈之后，她发现这里有种说不出的诡异。前台只有老板一人，而这里静得出奇，好像只有他一个客人。这时天已经黑了，老板带她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向她的房间。可在半路上，一个奇怪的房间引起了彩云的注意。一個冇玻璃嘅窗，突然之間引起咗佢嘅注意。無意之中，佢向入邊立咗一眼，轉個地方睇入去一粒，入邊嘅情景令到彩雲有啲吃驚啊！一個好普通嘅櫃上面，密密麻麻黐滿咗符咒。正当彩云对这个柜子看得入迷之时，旁边的店老板忽然慌张地大喊：嘿，年轻人，好奇心不要这么强。入夜之后，彩云的心一直在想着那个贴满符咒的柜子。店老板奇怪的反应也让彩云疑惑不解。就这样，到了深夜，彩云慢慢觉得房间中，不是整个客栈里都非常压抑瘆人。渐渐的，她好像听到了一种凄婉迷离的歌声。整个客栈里只有她和老板2个人，那这个声音是从哪里发出的呢？彩云害怕又好奇地走了出去，跟住聲音慢慢向樓上行咗過去，嚟到客棧2樓。黑暗當中令到佢萬分震驚嘅一幕出現咗啦！佢隱約見到對面閣樓上面有一個着住戲服嘅人影，喺哀怨嘅唱腔之中翩翩起舞啊！為咗可以更加睇清楚呢個影，彩雲沿住樓梯慢慢向對面嘅閣樓行過去。正當彩雲走進這個影子之時，她突然和歌聲一起消失不見了。這是為什麼？彩雲此刻既害怕又無助，更令她感到恐怖的是，在這家並不大的客棧裡，她居然迷路了，怎麼走也找不到自己的房間。難道是遇到了傳說中的鬼打牆？寂靜嘅夜晚，再加上陰暗嘅走廊，嚇到佢大氣都唔夠膽唞啊！驚慌失措嘅佢呢，硬係覺得背後好似有人吊緊自己尾。佢一路行，一路左睇右睇，令人窒息嘅空氣催逼住佢嘅腳步越嚟越快。頭先恐怖嘅經歷，再加上腳下面漆黑嘅走廊，令到彩雲嘅心跳越嚟越快。而就喺彩雲再一次路過間房嘅時候，嗰個哀怨嘅聲音停止咗佢向前嘅腳步。舞動嘅人影竟然去咗嗰間房入邊，呢個咪就係啱先喺對面閣樓唱戲嗰個人咯。明明喺對面樓，點解而家會出喺間房度㗎？醒來之後的彩雲覺得剛才經歷的一切既真實又迷離，真的是場夢，可一切又那樣的身臨其境。第二天天一亮，彩雲又想起那個奇怪的房間，尤其是昨晚夢裡那個身影，最後出現在了那間屋子裡。彩雲再次走到那間屋外，這次她看清了，那個貼滿符咒的櫃子上還貼着一張年輕女子的照片。彩雲越看越覺得照片中這名女子和昨晚夢裡的那個人很像很像，那真的是場夢嗎？彩雲再次鼓起勇氣找到店老闆。老闆，你這裡晚上是有唱戲的嗎？沒有啊。那間房間為什麼要貼那麼多符咒呀？你別管那麼多事，天黑了，早點休息，晚上千萬不能出去。好，我忙去了。老板目光閃躲，答非所問，這讓彩雲的內心更加害怕，也更加好奇。這天白天在小鎮裡的遊覽一切正常，要是放一般人啊，第二天早就退房跑路了。可彩雲這個姑娘偏偏好奇心強大，
这天夜里，他竟然决定偷偷潜入那间恐怖的房间，一探究竟。入門之後，彩雲好小心咁呢度望下，嗰度望下。嗱，屋入邊好空蕩蕩嘅啫，佈置都好簡單，而嗰張舊到發黃嘅照片就顯得好顯眼。照片上面有一個女人，着住戲服，表情當中充滿住哀怨，睇得落。望望下，彩雲都覺得有啲驚啊！唔好隨便去嗰間屋噶，唔通所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就喺呢個櫃入邊？彩雲仲係膽粗粗咁打開咗嗰個櫃，一個香爐，一把紅色嘅線，而且線仲插喺香爐之中。冥冥之中，似乎感受到一種神秘嘅氣息。彩雲害怕到了極點，他立刻關上了櫃門，按照原來的樣子把符咒貼好，立刻跑回了自己的房間。這一夜，他在恐怖和驚恐中度過。第二天，彩雲鼓起勇氣的去找店老闆，一定要問個究竟。這次店老闆的態度和昨天略有不同。店老闆說：“具體的事兒我不知道，你去問這家店的房東吧。”不久後，強大的好奇心驅使着彩雲找到了年輕的房東，房東卻並不避諱，對彩雲講起了上一輩告訴他的一個很老的故事。原來這家客棧已經有近100年的歷史，在80年前的民國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那時這棟老宅還不是客棧，而是一個戲班，戲班中的頭牌是年輕漂亮的姑娘婉容。婉容和自己的青梅竹馬戀人感情非常好，可不久之後的一次演出中，台下的本地大戶人家李公子卻偏偏看上了婉容，他開價500兩銀票要把婉容買回家。戲班老闆見這麼多錢，而且在當地也得罪不起李家，就同意把婉容賣給了李公子。婉容被迫和自己青梅竹馬的男友分開了。嫁到李家之後，婉容非常賢惠，對丈夫婆婆都百依百順。可婆婆是一個封建思想非常濃厚的婦女，嫌棄婉容出身卑賤，經常用語言侮辱她。你媽一個月掙多少錢啊？你爸一個月掙多少錢？你知不知道我兒子談的女朋友個個都是有錢人家的孩子？啊，跑題了。總之，婉容不僅在婆婆這裡受辱，還經常被丈夫毆打。時間長了，婉容非常懷念戲班的生活。一天，她偷偷跑了出去，私會自己的情郎，卻被跟蹤的李家家丁發現。李家人立刻把婉容綁了回去，而此刻婉容手裡還拿着情郎的扇子。這是他們這輩子最後一次見面。從那之後，婉容就被關進了小黑屋，徹底失去了自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婉容再也不堪折磨。她拿着情郎送給她的扇子上吊自殺了。而婉容自殺的這個屋子，正是彩雲偷偷進入的那間屋子。婉容死後，李家經常在夜裡發生奇怪的事情，李家人的生意也開始逐漸沒落。李公子在一次外出時失足意外落水而死，心虛的李家人認為是婉容陰魂不散，便請法師在他自殺的房間裡做法，把扇子封存在那個櫃子裡，並用符咒封印了起來，上面還貼了一張婉容的照片。就這樣，這個故事被傳了下來。這棟老宅80年來幾次更換主人，可這個房間卻沒有人敢去動它。直到彩雲姑娘的到來，才讓我們了解到了這個80年前凄婉的愛情故事。至於那晚看到的那個好像婉容的女子，彩雲也不知道那到底是夢還是現實。從我們今天的角度看，什麼法師驅鬼、封印靈魂都是扯淡的，就是騙大戶人家錢。可是我們始終相信一個道理：多行不義必自斃。你把一個無辜的姑娘給害死了，你心虛，總覺得到處有鬼，惶惶不可終日，最後家破人亡，那都是報應。謝謝大家，我是鄧肯，咱們下期見。